大家好，我是 FCGRZ。今天是11月22号了，月底了。对，那一般来说月底是什么状况？就是 MD 有点无聊，没有东西玩。然后现在官方那个情报都比较慢一点了，就进卡表也还没出来，然后新卡包会出啥也不太知道。对，所以今天拍这个影片是想要聊一下，下个月的进卡表，因为现在网上根据这个网上流传的这个消息，好不好？好像那个龙魔岛就是龙骑兵会解禁，很多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跑来我的实况上问我说：“阿杰，这样子那个蟒蛇会不会进去？啊，龙骑兵出来，蟒蛇如果不进去，这样会不会很可怕？这样可以吗？不可能吧，蟒蛇一定得进去吧？”那稍微简单的分析一下，那我们分成几个点。首先是蟒蛇会不会进去？好，那蟒蛇会不会进去呢？我觉得不太可能。就理由为什么？因为首先蟒蛇在最近的卡组里面基本上使用的频率并不高。对，那最多我看到的用法其实是在60GS 里面。用它的效果让一个怪变暗属性，然后之后出那个光道大领主，出那个宰制，对，所以在蟒蛇这张卡片最近其实根本没什么用到的状况下，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可能为了要开一个龙骑兵，然后把蟒蛇进去，这个有点本末倒置。那如果你觉得开龙骑兵那就应该进蟒蛇，那打从一开始就不要开龙骑兵就好了。蟒蛇现在不是在外面活得好好的吗？有必要吗？没必要嘛，对吧？好，所以我觉得不可能进蟒蛇。那假设真的开了龙骑兵的话，会有什么影响？那你们想知道应该就是它会不会很泛用？那再来就是它的强度怎么样？就它放在现在这个环境还是跟以前一样强吗？对，那很多人想到龙骑兵就会觉得说，干这个卡片超强的进卡，这个威风抗性，然后可以炸怪，还可以3色挡，对，很强，对，那然后我以前玩的时候这个东西超强的之类的，对，那其实这边有一个关键词叫你以前玩的时候，就这张卡片其实很久，应该2020的卡片吧，大概。反正就是那个有一年圣诞礼盒的卡片，还是2019年底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是2019年底还是2020年底的卡片的啦，应该是好像是2020的，对，反正这个卡片，好像是2019，我忘记了，我真忘记了。好，反正这个卡片就是有点久以前的卡片啊，虽然它的效果看起来不像那么久以前的卡片，因为它的效果有点强。那简单跟大家讲一下龙骑兵的效果啊，因为有的人可能只玩 MD 啊，这个东西在 MD 根本没有出来过。那我把资讯往下移一点，不然会挡到效果。好，那第一个效果是它有威风抗性，就是它不会成为效果对象，也不会被笑破，然后简单暴力嘛。然后二效果是在主阶发动可以。炸对手场上一只怪，然后给他那个怪兽攻击力数值的伤害，对，然后这个效果可以使用，基本上是2次，因为你通常都会有2个，就是黑魔导加真红眼黑龙去融，对，所以你用几个那个通怪去融，你就可以炸几次，那通常是2次，所以它可以非指定的炸2次，而且扣到你的血。然后3效果是在魔法精灵怪兽效果发动的时候可以丢一手，然后直接挡掉，所以它是3色挡，然后它会加1000，对。那加1000来变4000，所以它只要有康到牌写破坏到的话，它就会变成威风抗性，然后又有攻击力4000的怪，对。啊，这个在当年不是很好解，虽然当年的主流有一个叫枭星机神啊，可以解它，就天晴，对，但不重要。好，那看完了这个效果，你一定觉得干这卡片超强，对不对？这解出来一定那个超不妙了，一定很猛，对吧？但你要记得是它的素材，它的素材是黑魔导跟真红眼黑龙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你要在牌组里面放黑魔导跟真红眼黑龙，那一定有大天才就会跟我说，他不是写龙族效果怪兽吗？那天贝龙不就可以用吗？你只要放黑魔导就好啊。不行，因为它绑定的融合是这个真红眼融合，真红眼融合一定要用真红眼黑龙，对，所以你只能乖乖的放真红眼黑龙。如果你要用真红眼融合出它的话，可以动的是黑魔导，因为黑魔导可以用那种什么替代融合素材去融，
但对你知道的，替代融合素材放在很多牌组里跟黑魔导意思一样，那还不如用黑魔导就好。当然，假设比如说是什么烙印之类的，可能会有区别啦，就不知道烙印用不用这个卡片。那我自己不是特别强的烙印玩家，所以那这个就要等待各大绝活哥来开发啦，我就不是很清楚了。好，所以言归正传，这个卡片本身是强没错，但它的素材太垃圾了。然后它的这个融合也很垃圾，为什么？这个卡片发动的那个回合，我方无法透过此效果以外的方法召唤或特召怪兽，等于说什么？你这张卡片只要被挥，你整回合只能发呆，除了 set 怪。对，然后这张卡片也不可以后发，就是你不可以我展开完全部打完之后，然后最后发一个真红眼融合，叫一只龙骑兵补一个定场，不行。对，因为这卡片是誓约，它跟那个融合命运不一样。对，这个卡片发了那一回合，你就是只能做这件事，你做了其他事，你就是不可以发这个卡片。对，所以它虽然是牌组融合，但它有一堆问题。那对照组是什么？对照组是这个融合命运。那这个卡片就是凤凰人嘛，那大家都老熟的。那凤凰人这张卡片其实也很强，就也是简单暴力又强然后它问题也是就是废剑。就是你要在你的牌组投入凤凰人的素材，那现在比较常见的是否定魔性吧？那很明显，虽然否定魔性废，但他们堆到目的是有效果，但这两个堆到目的就真的就只是黑魔导跟真红眼黑龙而已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所以，这个其实论强度来说，融合命运这个融合比真红眼融合强100倍，因为它可以后开，然后它也可以做其他事情。就是。论它的融合跟它的素材都是这个凤凰人强，只有这个凤凰人好像比龙骑兵弱了一点，但凤凰人也不弱。可是，在目前环境里面，凤凰人是几乎没有人在使用的，所以我觉得龙骑兵就算开出来，感觉也很难起到很大的影响。说实话，那我们分析完它的强度之后，就是简单来说，就是感觉它的风险比不上它的收益，就是说这张卡的融合素材太烂了，这张卡本身带的那个融合也很烂，所以你投入复数张的话也很尴尬。那你投入一张的话，你抽到手你又不能用捕食植物去堆，因为深染只能堆牌组的。所以综合分析来说，我觉得这张卡就算开出来且没有被深染的状况下，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对，那比较有可能用的牌组应该是烙印吧。我觉得其他牌组要用，应该都是一些非主流的卡组，就你可能本来缺终端，你刚好用这个去补一下终端之类的，这个感觉才是比较可能的啦。其他就我觉得比较抽象一点，就用起来可能会比较抽象一点，就是你费剑比太高了。就是当年我们在玩这个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是动画主角，我起手就是真红眼黑龙加黑魔导，然后加什么天晴的7星8星，起手100颗星，不知道怎么玩。对，所以当年强是强啊，但是现在环境上，你看天杯龙也会带1滴带超融合，这个都是很克制这张卡片的牌啦，所以不好说。我觉得就这卡片在波1一定有它的强度在，但是你说解出来会不会很破坏环境？我觉得 K 社是不太会做这种事的，就是至少 OCG 他没，就是至少 OCG 解出来他也没怎样。你会说可能是没深染，那就看看吧。我觉得理性分析下来的话，听起来没有很强，但谁知道 MD 不解出来真的都不知道。就波1环境其实跟那个波3就是差很多，对啊。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啦，不要每次有什么新卡或者什么进卡表还没那个消息一出来，你就那个天崩地裂，就是啊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可以没有关这个就开这个？怎么可以不关这个之类的？好不好？冷静一点，真的，拜托冷静一点，就没有那么可怕啦，真的啦。就是每次大家叫完之后，然后出来其实也没怎么样，这个大概80%到90%的情况其实都是这样的。包括去年 DC 前不是开了那个吗？12兽，对吧？是去年吗？忘记了，好像是去年吧。去年 DC 前不是开了12兽，但后来也没怎么样嘛，就龙枪汇聚也没怎么样，只是我们这些练牌的人头很痛而已，因为我们都还是要去测试，就算我们知道可能没什么梗，但还是要去测试这样，所以，对啊。
所以一般玩家也不用太那个啦，太担心啦。就是这个东西开出来就开出来，我讲真的，我是觉得不会怎么样啦。就这个东西的强度跟飞剑比，感觉是跟不太上现在的环境了。当然，这张卡片还是很强，就强的东西你摆多久都还是强，好不好？就是它这个卡片本身的机体是强的，但是它的风险感觉是偏高的。我不知道到时候大家会不会用啦，应该会稍微用一下。那最后到底会不会流行或成为主流构筑，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对，好。那大概就这样啦，这个我觉得是最近在实况上大家最喜欢问，然后最担心的问题，所以我拿出来分析一下。而且以下消息来源都不是官方的，所以大家就看看就好，好不好？我们梦到的 ，OK， 我们猜的，我们梦到的，反正具体来说还是要等新卡表，所以希望不要今天我下午剪这片的时候，他妈的那个 K 社中午直接一点发一个那个公告说，生染禁掉了，我去，好，直接啪啪打我脸啊！希望不要，拜托不要，真的不要。好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抢先环境的分析，或是各种针对实况上问题的解答的话呢，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喜欢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个赞，好不好？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我是 FCGRZ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